大家好，我是老刘。近十几年来，世界局势始终动荡不安。然而，人们发现，这十几年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与20多年前的一本书中的预言惊人的相似。书中的很多预言都一一实现了。这本书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早在1993年，亨廷顿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当时一发表就引起了全世界广泛而激烈的争论。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亨廷顿的主要观点是，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文明的冲突是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助于理解当今世界的全球政治演变。他认为，美国应当承担起保护、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责任。当时正值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社会对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种乐观情绪。亨廷顿的学生、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他乐观地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全人类最终都会共同采用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一种反驳。现在看来，毫无疑问的是，亨廷顿对了，而福山错了。亨廷顿的书出版仅仅5年之后，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书中的很多预言一一实现。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可以精确地解释911、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内战、伊斯兰国 ISIS 和叙利亚战争等等随后一系列的暴力冲突事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年出现的西方国家民粹势力兴起、欧洲穆斯林移民争端、中美贸易纠纷和土耳其危机等各种正在进行的事件。那么，什么是亨廷顿所定义的文明呢？在亨廷顿的书中，文明这个词指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类似的人群，例如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等等。文明是文化的框架，文化达到一定的规模，又具有足够鲜明的特征，就框起来成为一种文明。文明又是历史的积淀，表现在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意识形态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意识形态成为比较次要的文化分歧，宗教传统的分歧开始成为主要的文化分歧。比如伊斯兰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分歧，中国与西方的分歧等，主要都不是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原因，而是更深层次的文明冲突。亨廷顿把世界粗略地划分为8个文明板块，其中西方3个板块包括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东方4个板块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最后还有一个非洲文明。每一种文明类型中的核心国家对世界格局的演变都至关重要。基于这一框架，亨廷顿预言，西方和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构成世界秩序的主轴。亨廷顿书中思想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实际上，世界上每个主要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西方文明只是其中之一。亨廷顿指出，西方文明目前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主要是通过暴力方面的优势取得的，而不是因为西方的价值观或者宗教文化已经征服了世界。很多西方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非西方人却从来没有忘记。西方人傲慢地把自己的价值观视为理所当然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但对于非西方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是帝国主义价值观的入侵。比如，不同的文化对于自由的理解不同，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和不自由的文化是不相容的。这就是现在以及以后全球冲突的一个根源。在历史上，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给彼此带来好处，也造成了大量的冲突。一般来说，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互相接触，但要使他们达成文化的融合，难上加难。因为在大众心中，利益往往不如文化认同更重要。单凭利益难以解决文化冲突，利益的冲突是可以调和的，而文明的冲突是根本的，难有妥协的余地。
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以统一全球的原因。亨廷顿的书主要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是给美国人敲响警钟，是要美国反思自己内部和外部面临的危机。对内，美国没有一个紧密的国族认同，对于移民同化的失败和种族裂痕，会使美国形同一盘散沙。对外，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利用军事和经济优势传播到全球，但是别的文明并不是真心的信服西方文明。西方人很难从文化意义上将一个阿拉伯人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西方人。每一个文明可能各自都有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未必都会走西方化的道路。所以亨廷顿认为，当前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应该是试图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去重塑其他文明，而应该是着力于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特性。尤其是在1900年左右，西方势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顶峰。在20世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的扩张结束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处于下降的趋势，西方根本没有力量、没有本钱去重塑其他文明。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保护西方文明的责任就不可推卸的主要落在了美国的肩上。美国人在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是与欧洲对立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然而，经过一战、二战，当美国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一个领导者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广泛的认同感得到了加强。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就是欧洲文明；在现代，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者北大西洋文明。在这样一个时代，美国不可能统治世界，但是也无法逃避世界。所以，亨廷顿认为，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的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这些都是极端的做法。美国应该做的是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西方共同拥有的文明和价值观，这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防止自己的文化消亡，美国一方面应该联合欧洲基督文明，另一方面还应该着重治理国内的移民和种族文化。亨廷顿指出，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最严重的一种挑战就是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在美国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会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否会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会成为分裂的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在亨廷顿做出这些论断时，欧洲和美国的移民问题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显著。但是亨廷顿已经做出了惊人准确的预言。他说，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可能。一个多种文明共存的美国将不再是真正的美国，而是联合国。当美国的传统信条被摒弃，就意味着我们认识的美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亨廷顿认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是否能够再次确认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那些造成分裂的多元化主义的理念；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向亚洲做出过多的让步。过去的经验表明，亚洲的经济成就可能会带来不稳定和冲突。在过去，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美国在做出让步时，往往会期望这些让步能够使亚洲国家做出类似的让步，但实际上，由于文化的差别，亚洲国家往往将美国的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反而会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美国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此，亨廷顿得出他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预言，那就是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在亨廷顿看来，美国与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中美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不论中国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强调权威和大一统，强调一致性，忽视个人权利。这些文化基因与美国人的尊重自由、反抗权威的理念格格不入。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另外一个区别是，中国人往往把扩大自身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而美国人则往往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只是关注眼前的利益。1994年时，尼克松就说过，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后会显得可笑。美国的有识之士对美国人普遍的短视感到担忧。亨廷顿书中的另一个重要的预言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将继续上演。很多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实际上，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1400多年的历史，这一冲突是深入骨髓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在某方面来源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且他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他们都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该追随的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同样是如此行事。好战和不相容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复兴开始出现。一方面，大众不满于西方强权的支配，对世俗民族国家统治者的独裁和腐败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也批判西方文化带来的道德堕落，希望恢复伊斯兰教义。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到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持续地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在苏阿战争结束后，一位美国官员说，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战热情是难以消亡的，他们击败了世界上2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也就是苏联，而现在就要来对付第2个，也就是美国。亨廷顿在书中预言，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在书中提出，伊斯兰的边界充满血腥，其内部也是如此。这一论断成为冷战后最富争议却又最富有远见的政治预言。伊斯兰国家和中国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都自认为自己的传统比西方更优越、更久远。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各种基本观念上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共性可能还不及他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亨廷顿指出，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把西方作为主要对手，因此在政治上他们会彼此合作来对抗西方文明，就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样。只要穆斯林的人口增长浪潮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浪潮继续下去，西方与这些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会扩大。在这样的形势下，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联系也会继续扩大和加深。最后再来说说俄罗斯。在亨廷顿的眼中，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一直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俄罗斯几百年来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西方国家。在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等等这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都很少参与。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俄罗斯也不可能是某些右派所幻想的是守护西方文明的最后阵地。从俄罗斯的历史到现在的俄乌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出，俄罗斯恶劣的环境最容易培养出集体主义专制。俄罗斯一直是专制独裁的大本营和输出地，处于西方文明的对立面。然而，与亨廷顿的分析不同的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兴起为俄罗斯提供了认同的基础。
使它逐渐摆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的面貌，从而转变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不可忽视的国家。最后再总结一下，亨廷顿的思想最重要的意义是，他认为美国应该承担起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责任。美国应该把精力放在国内的种族文化治理上，同时联合欧洲基督文明，防止自己文化消亡。美国的衰落将约等于西方的死亡，这和川普拯救美国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好，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